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2月10日星期三，佛历1月夏初4，万象晴，20到29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0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基普，跌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4.5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15 基普，跌幅 0.0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3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1%。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79.96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3.41 点，跌幅 0.27%。开盘 1284.19 点，最高 1310.91 点，最低 1266.29 点。成交量143万5700股，成交金额8亿3057万1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15基普，交易量113万56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50基普，交易额2亿8166万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44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20万基普，涨幅 0.45%。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2月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0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6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68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琅勃拉邦举办东盟职业安全与健康研讨会。劳工与社会福利部联合东盟秘书处于12月9日至10日在琅勃拉邦省成功举办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业部门职业安全与健康及工伤赔偿国际研讨会。劳动管理司副司长乌东马尼本主持会议。来自11个东盟成员国、东盟秘书处、中国、日本、韩国及国际劳工组织的46位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核心目的是交流经验，提升标准，并完善对农业部门劳动者的赔偿机制。乌东马尼本副司长强调，农业是许多东盟国家的 GDP 支柱，但气候变化对农业劳动者健康构成重大风险。他指出，加强职业安全、事故预防和工伤赔偿对于保障安全的工作条件至关重要。与会代表分享了制定政策和赔偿机制的良好实践经验，体现了东盟对改善本地区农业劳动者生活条件的共同关注。2. 万象省勐丰县举办2025年3万草庐节。万象省勐丰县2025年3万草庐年度庆祝活动于12月9日至14日举行。在12月9日活动首日，上午举行了按照优良传统习俗进行的布施仪式。当天下午还举办了9个舞蹈项目的艺术比赛，参赛者为勐丰县内各学校的学生。12月10日将举行老挝传统球类体育竞赛，12月11日将举行拔河比赛，12月12日将举行藤球竞赛，12月13日将举行正式的开幕仪式。12月14日晚，观众还将欣赏到国家剧团带来的精彩演出。3. 亚洲钾肥工业园全面升级招商会成功举办。12月6日，亚洲钾肥工业园全面升级招商推介会在中国深圳举行，这是老挝颁布亚洲钾肥工业园法令后的首次招商活动。会议成果丰硕，共签署了16个工业项目合同，预计新增投资总额达 18.8 亿美元，未来年产值可达 18.28 亿美元。工贸部部长马来通贡马西、甘盟省省长万塞彭沙万等多位高层领导出席。马来通贡马西部长强调，钾盐是老挝的国家优先发展资源，政府致力于将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工业产品。亚洲钾肥国际有限公司总裁刘平燕表示，
公司将引入最优质企业，将工业园打造成东盟地区极具竞争力的高端钾盐化工产业集群。4. 俄罗斯代表团考察滑攀省普帕提山。12月8日，以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工程学院国家扫雷中心副主任亚历山大·波库伊诺夫上校为首的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参观了位于滑攀省桑怒县、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普帕提山。普帕提山在老挝战争时期曾是敌军的雷达监测点，也是老挝居民英勇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象征地。为了方便游客，普帕提山于2018年修建了1044级台阶直达山顶。俄罗斯代表团的到访，彰显了国际游客对滑攀省历史旅游景点的浓厚兴趣，也反映了该省在开发历史旅游资源方面取得的成效。5. 红十字会向松那布里县洪灾灾民捐赠物资。老挝红十字会于12月6日至7日，联合沙湾拿吉省红十字会和松那布里县政府，向近期受洪水影响的松那布里县5个村庄的民众发放了援助物资，以减轻灾情。县长苏宾兰端、省红十字会会长苏里冯希沃拉冯及国家红十字会救灾部门代表出席了此次捐赠活动。此次捐赠的物资总计218套，总价值达1亿2525万基普。物资由省红十字会移交给县政府，再分发给贡巴通万、塔坎龙、东亚农、芒洪和纳占亚等村庄的受灾家庭。6. SOS 儿童村启动年度青年营及少年营。12月3日 ，SOS 儿童村老挝项目在万象市塞塔尼县霍纳村中学举行了青年营与少年营开营仪式。SOS 儿童村老挝项目主任希纳松纳顿海主持。塞塔尼县领导、劳动与社会福利部代表以及来自全国6个 SOS 儿童村的青年和少年代表参加。项目主任希纳松纳顿海介绍，该年度营地活动旨在让青年和少年学习社会化生活方式，进行经验交流，增强自身能力，并为他们将来独立生活做准备。此外，开营仪式上还向霍纳村中学捐赠了风扇、油漆、钢材、水泥、瓷砖和体育器材等物资，总价值近5000万基普。7. 万象市凯宾斯基酒店举行奠基仪式。12月8日，海湾房地产有限公司在万象市西廓达邦县农东努瓦村举行了凯宾斯基酒店公寓和综合商业中心项目奠基典礼。老挝副总理吉乔凯坎皮吞、万象市副市长普冯坎绍等高层领导出席。负责人宁万纳危吉冯萨介绍，该项目是万象市政府与海湾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合资项目，占地10288平方米。第一阶段建设一栋13层、540间客房的公寓楼，第二阶段建设凯宾斯基酒店的160间客房、200间公寓和综合商业中心。项目总投资额达4800万美元。项目建成后将为万象市带来大量游客，创造就业并增加收入。8. 万象发生汽车撞击化缘沙弥事故，致2人受伤。根据老挝同心基金会的报告，12月7日早6点50分，该接到报案，在万象市塞瑟塔县农桑托村发生一起汽车撞击化缘沙弥的事故。同心基金会随即前往现场检查，发现有2名来自塞瑟塔县农桑托村寺庙的沙弥受伤，一名沙弥20岁，初步诊断为身体多处擦伤，头部破裂；另一名沙弥16岁，初步诊断为呼吸困难、胸闷。同心基金会救援队立即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急救，随后将伤者送往友谊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